各位，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准的算命绝招。来，现在不管你是正坐在沙发上，还是躺在床上休息，先伸出你的左手，用力握紧拳头，就像你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接着把拳头侧过来，大家看到你小指头下方，一直到感情线中间，那个微微鼓起来的地方了吗？来，仔细数一数，从这个侧面延伸出来的最深而且最清晰的横纹到底有几条？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几条普通的皱褶，在手相学里，这个地方叫水星丘。这几条线不仅能让你一眼看透婚姻圆不圆满，更是你隐藏性格的密码。它甚至决定了你中年以后的大运到底是飞黄腾达还是原地踏步。都数清楚了吗？把数字记在心里，我现在就开始一条一条帮你拆解。各位，如果你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深线，哎呀，我得给你拱手鞠个躬了。你这个人啊，白话一点讲，就是我们社会上越来越少见的烂好人，心思单纯，脑子聪明，心地极其善良。你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定力强，不管别人怎么骗你，占你便宜，你心里那根善恶的准绳稳稳当当，绝对不偏。在命理上，这类人是命中注定有钱的，命里带财库，但是老天爷极其公平，他给你的剧本叫大器晚成。你们的福气和官禄在早年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双丰收的，也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肯定要吃尽苦头。30岁甚至35岁以前，你总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顺，还总被人当软柿子捏。为什么？因为老天爷在磨你的性子。这种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跟人争抢，把名利看得很淡。但是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一句铁律，吃苦当吃补。只有一条线的人，中年以后，大概40岁往后，你的运势就会像火箭一样往上窜。因为你前半生积攒的那些善良，那些看似吃亏换来的好人缘，到了这个时候全变成了你命中注定的贵人。不光是正财源源不断，还会进偏财。尤其是女人如果有这条线，那是绝对的帮夫运。结了婚之后，哪怕嫁的是个穷小子，也能把她慢慢帮衬成有钱人。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必定大翻身。光说这些干巴巴的理论，你们肯定记不住。我给大家讲个我身边的真人真事。早些年有个邻居叫春花嫂，春花嫂不到40岁，两鬓斑白，手背上全是裂口。有一天傍晚，春花她绝望地跑来找我，她还没坐下，眼泪就止不住的一直往下掉。她对我说，尼斯啊，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想去跳淡水河了。我20岁嫁给我那个老伴，当时他家里穷到快被鬼抓走，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我想着只要他人好肯干，穷点没关系。结果呢，这10几年他干啥赔啥，做生意被骗，去工地摔断腿，脾气还越来越大。我白天去饭馆洗一堆油腻腻的碗，晚上接成衣厂的衣服回来缝补，1块钱打24个结在用。可是这日子怎么就越过越穷？他喘了口气，绝望地说，前2天婆婆留下的那套老房子说都市更新能赔不少钱，结果我那个平时对婆婆不闻不问的小叔跑回来，硬是把大头全抢走了。我男人气得天天在家喝闷酒，喝醉了就砸东西，还骂我没用。尼斯，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注定是个苦命啊？我静静地看着春花嫂那张愁苦布满沧桑的脸，我没急着给她开安神的药，而是让她先把左手伸出来，用力握个拳头给我看看。她愣了一下，乖乖地照做了。我侧头一看，小指头下方清清爽爽，就只有一条深深的横纹，没有任何杂乱的线条。我指着她手上的那条线，对她说，你别看你现在苦得像泡在黄连水里，你的福报全在后头攒着呢。听我一句劝，家产的事不去争，给你那个小叔不用怕，老天爷在天上看着捏。春花嫂愣住了，尼斯，不争，那我拿什么养孩子？我对她说，春花，你命中带贵人，你平时在饭馆洗碗，是不是经常给那个捡回收的阿伯留客人没吃完的干净的热饭菜？你心善，不与人计较，这就是你的本钱。回去告诉你男人，40岁之前就把这苦当饭吃，40岁一过，你必定翻身，但前提是心不能生怨。春花嫂是个极其听劝有定力的女人，这也是只有一条线的人的最大优点。她擦干眼泪回去之后，劝住了要跟弟弟拼命的老公，
硬生生把这口天大的委屈咽了下去。他照样白天洗碗，晚上缝衣服，照样每天给那个捡回收的阿伯留热饭菜。各位，你们猜怎么着？过了大概1年多，春花嫂马上就要满40岁的那年，有一天，那个他平时经常接济的回收阿伯，突然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梳着整齐的头发，在几个助理的陪同下走进了店里。一打听，大家全傻眼了，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无家可归的街友。阿伯早年是个去东南亚打拼的老华侨，老了想落叶归根回来寻亲，结果亲人早就不在了，他一时受了刺激，精神恍惚，就在街上流浪了起来。后来被海外的儿女花重金找了回去。阿伯临走前回台湾处理资产，心里一直惦记着在后巷给他端热汤热饭的春花嫂。他拿出一大笔钱，在台北最热闹的街面上买下了一个大店面，开了一家高档海鲜餐厅，指名道姓让春花嫂当大掌柜，不仅每个月给高薪，还直接分给他3成的技术股。春花嫂的命运齿轮就在她40岁那年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彻底转动了。我前面说过，这种女人本身就有帮夫运，自从她当了老板娘，家里的经济宽裕了，她男人的脾气也奇迹般的顺了。她拿年底分红的钱给男人买了一辆计程车让他去开，夫妻俩一个管着大餐厅，一个开着计程车到处跑，没出5年就在台北买了2间大房子。这就叫中年发迹，福禄亨通。这不仅是得贵人提携，连带祖上积攒的阴德也全被他这颗不怨不恨的善心给激活了。但是各位千万别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大团圆结局了。命里最怕什么？我告诉你们，最怕4个字：得意忘形。只有一条线的人一旦发达了，如果你不知收敛，在名利堆里迷失了当初洗碗时的那颗本心，好运马上就会遭到反噬，变成厄运。春花嫂50岁那年又跑来找我了，这次她不再是穿着破衣服，而是穿着名牌，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但脸色比当年还要苍白，手抖得连茶杯都端不住。迷失出大事了，她声音都在发抖。我男人这2年手里有钱了，不想开计程车了，听了几个朋友的忽悠，说玩股票炒期货能一夜暴富。他不仅把家里的存款全投进去了，甚至背着我把我们住的房子都拿去银行抵押了。可昨天一天股市大跌，这可怎么办啊？我重重地叹了口气，看着他，春花啊，你命里只有这一条线，是靠着不争和善良换来的富贵。这种命最忌讳的就是走偏门，这就是老天爷给的警告。这笔钱注定要亏掉一部分，去挡你们家的灾。我严厉地看着他，你马上回去，让你男人把剩下的股票不管亏多少全部认赔杀出，1分钱都不许再留，然后让他老老实实滚回去开他的计程车。你呢，老老实实管你的饭馆，绝对不再碰那些偏门。只有保住本分，才能保住你们一家人的晚年太平。春花嫂回到家也是个狠角色，直接拿着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以死相逼，硬逼着老公去证券公司把所有的户头全清空了。虽然最后结算下来损失了一大半的身家，但好歹把老本和剩下的房子保住了。经此一劫，春花嫂彻底醒悟了，再也不敢有半点贪念。她每个月的初1、15，雷打不动地在饭馆门口发送500份爱心便当，专门给独居老人和街友吃。现在她60多岁了，儿女双全，都非常有出息。她和老伴把店面交给了经理打理，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打打太极拳，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舒心。各位听到这里明白了吗？如果你左手握拳只有一条线，千万别抱怨现在日子苦，你只要保持善良，不跟小人争抢，等到你中年贵人一指路的时候，必定利路亨通。到了晚年，只要你不贪不做，守住本分，我保你晚境荣华，福泽绵长。记住我的一句话，在老天爷的账本里，吃亏就是占便宜，善心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财库。好，刚才我们讲了，只有一条线的是大器晚成的烂好人。那如果你现在握起拳头，侧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印着2条线的，又是什么命数呢？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了。如果你左手握紧拳头，小指头下面清清楚楚的出现了2条深刻的横纹，我得拍拍你的肩膀，尊称你一声大侠了。在老祖宗留下的相术里，这2条线代表的是正义与直觉。
这种人啊，性格里头天生就带个侠字。你平时走在街上，看到有人欺负弱小，或者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你这火气噌一下就冲到脑门上了，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拔刀相助。朋友要是开口借钱，你都能毫不犹豫地掏钱给人家。你为人直率、纯真、诚实，极其守信用，而且直觉特别敏锐，脑子转得飞快，看事情往往一眼就能看穿本质。讲到行动力，那更是没话说的。我们台湾俗话说这叫有气魄。听到这儿，有这2条线的朋友，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我都在夸你？别急，我说话历来是一针见血，绝不只挑好听的说。老天爷给你关了一扇门，才会给你开一扇窗。你这么好的人，偏偏被老天爷安上了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在命理上，这叫六亲缘薄，兄弟难靠。什么叫六亲缘薄？白话一点讲，就是你对家里人掏心掏肺，但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往往不但帮不上你的忙，反而极其容易拖累你。你年轻的时候，这叫青年苦劳，你吃尽了家里的苦头，你总觉得我是家里的老大，或者我是家里的一份子，我得替家里扛事儿。结果呢，你越扛，家里人越觉得理所当然，你越退让，他们越得寸进尺。你想在老家发展，身边全是扯你后腿、吸你血的亲人。所以我今天明明白白地告诉你，2条线的人，你的风水宝地绝对不在老家，你的贵人全在外面的大千世界。只要你熬过年轻时那种孤独和委屈，到了中年，你的事业就会像大鹏展翅一样，财源广进，晚年身体健康，受万人尊敬。来，我们再讲个真人真事，你们仔细听听，看看这血淋淋的教训是不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大概10多年前，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个从南部云林上来的小伙子，叫阿强。这阿强长得那是浓眉大眼，肩膀宽阔，绝对的一表人才。但是那天他踏进诊所的时候，气色灰败到了极点，满眼都是通红的血丝，胡渣也没刮，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灵魂的行尸走肉。他一坐到我面前，也不说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双手捂着脸就是一声长叹：尼师，我听人家说您懂命理，看得很准，您帮我看看我是不是天生的扫把星？为什么我明明拼了命的想对所有人都好，最后却活得这么累这么惨？好，我让他把左手伸出来，用力握拳。我侧头一看，好家伙，清清楚楚的2条声纹，简直像用刀刻上去的一样。我冷笑了一声，指着他的手，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是扫把星，你是太把自己当救世主了。你从小到大是不是总是替你弟弟背黑锅？你那些所谓的好兄弟，是不是一有事就找你借钱作保，没事连个电话都不打？阿强一听，高大的汉子眼泪直接就在眼眶里打转了，他一拍大腿，声音都在发抖：尼师，您真是神仙啊，全让您说中了，我这心里苦啊。原来啊，阿强在云林老家是个出了名的情谊哥。他有个亲弟弟，从小被父母溺爱，长大后游手好闲，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地下钱庄的赌债，人家带着刀找上门，扬言要砍他弟弟的右手。阿强心里那个侠气和责任感一上来，心一软，瞒着论及婚嫁的女朋友，把自己准备结婚买房的头期款全拿了出来，替弟弟填了这个无底洞。结果呢，相恋了5年的女朋友知道后彻底死了心，大哭了一场，气得直接跟他退了婚。这还不算完，阿强有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怕朋友跑来找他，说要合伙开一间大型修车厂，资金不够，求阿强做保人去贷款。阿强觉得兄弟之间讲的就是个义字，当年人家也请自己吃过饭，二话不说，看都没看合约就签了字。结果半年不到，那个朋友拿着几百万的贷款人间蒸发跑路了，留下一堆烂账和催款单，全砸在阿强一个人头上。阿强走投无路，跑回家找父母，指望家里能给他点安慰。结果他妈妈指着他的鼻子数落：你弟弟还小不懂事，你帮他是应该的，但你交朋友怎么也不长眼，现在家里都被你连累了，天天有人来催债，你赶快自己想办法去把钱还上，别连累我们老两口。那一刻，阿强觉得天都塌了，他自己省吃俭用，为了家人和朋友倾其所有，连老婆都没娶上，最后却落了个众叛亲离，背了一身债的下场。我看着阿强那绝望的眼神，重重地敲了敲木头桌子，发出一声闷响：阿强，你给我醒醒吧！我厉声喝道。
你手握2条线，命理上写的清清楚楚，兄弟难靠，六亲缘薄。你这不是倒霉，你这是被老天爷逼着离开家。老天爷在用这种最痛的方式告诉你，你如果不离开云林，你这辈子就被这帮人吸血吸干了，最后连骨头渣子都不剩。阿强迷茫地看着我，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尼斯，那我该怎么办？我欠了那么多钱，我能去哪？跑，走得越远越好。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的命叫外乡发吉，你性格纯良，行动力强，直觉又准。你这套为人处事的规矩在老家行不通，但到了外面的社会，到处都是赏识你的贵人。听我的，立刻切断跟老家那些酒肉朋友的联系，每个月发了薪水，给父母寄点孝亲，费尽尽孝道就行了。千万别再大包大揽，你上台北或者去大陆去打拼你的天下。债务你在外面赚大钱了，自然还得清。阿强是个有行动力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咬了咬牙，带着身上仅剩的几千块钱，买了一张北上的统联客运车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云林。头几年确实苦不堪言，他住在台北那种夏天像烤箱，冬天像冰窖的顶楼加盖铁皮屋里，白天在工地上做粗工绑钢筋，晚上去夜市里摆地摊卖小物件，这就是2条线的人必经的青年苦劳。但他那种直率、诚实、守信的性格，在鱼龙混杂的社会上，简直就是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有一次他在工地干活，凭借着天生敏锐的直觉，他发现工头那一批新进的钢筋品质有严重的问题，根本承受不住大楼的重量。别的工人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骨子里的正义感一上来，不管3721，拿着偷拍的证据直接越级跑去总公司找大老板检举。大老板一开始以为这个做土水的是来敲竹杠的，后来暗中派人一查，惊出一身冷汗，果然有猫腻，差点酿成大祸，真盖起来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大老板看阿强不仅人长得端正，而且做事有底线，反应极快，不贪财，直接把他从工地调回总部，破格提拔到身边做特助。阿强的直觉敏锐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跟着大老板做了几年，眼界开了，他敏锐地嗅到了环保建材市场的商机。他向大老板辞行，大老板不仅没生气，反而给了他第一笔创业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以前他在外面结交的那些真正重情重义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到了他45岁真正步入中年的时候，阿强已经是一家大型连锁建材公司的董事长了，真的是财源广进，富贵逼人。而且他为人和善，讲信用，跟同行都不起冲突，生意越做越大，欠的债早就连本带利还清了。后来阿强来台北看我，整个人红光满面，身体健健康康。他给我泡茶的时候，苦笑着跟我说起老家的一件事。尼斯，前阵子我那个烂赌鬼弟弟又找上门了，他说他要结婚，让我这个当大哥的全款给他买房。我这次彻底没心软，我告诉他，买房的钱没有，救急的钱我可以给你一点，剩下的路你自己去走。我妈在电话里哭着求我帮忙，我也直接把电话挂了。我听完哈哈大笑，指着他说道，阿强，你终于顿悟了，2条线的人就得这么干。你的大爱应该用在社会上，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弱者身上，而不是去填家里的那个无底洞。各位，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左手握拳有2条线的人，你们生来就是要做大侠的。不要抱怨兄弟姊妹不帮衬，不要抱怨父母偏心，更不要在家里无底线的当烂好人，那是老天爷在逼你出外打拼。只要你狠下心，离开那个让你不断消耗不断流血的舒适圈，靠着你的诚实仗义和极其敏锐的直觉，你到了外面必定能够遇到生死之交的贵人，到了中年必定能够创基立业，财源广进。男的能当大老板，女的能做大掌柜，一辈子受人尊敬，身体健康，少有烦恼。你的善良必须带有锋芒。讲到这里，我们1条线的烂好人，2条线的大侠命，这2种人生的剧本我都给大家扒得一干二净了。这2种命格虽说早年都要吃苦，但起码到了中晚年，只要找对路子都能得个圆满。但是如果现在你握紧拳头，侧边不多不少清清楚楚地印着3条深沟一样的横纹，在我们易经风水和相术的千年道统里，
这3条线叫什么？这叫将相之才，天生霸主。这种人命格那是极强极硬的。白话一点讲，有3条线的人骨子里就带着一股让人无法直视的王气。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各位仔细回想一下，这种人从小时候起，不管是在村里头跟小屁孩玩泥巴，还是在学校里念书，他们永远是那个站在最前面发号施令的带头大哥大姐大。这种人天生大度，心胸极其宽广，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为了几块钱的蝇头小利，在菜市场跟人争得面红耳赤斤斤计较的铁公鸡。他们极其大方，天生带有一种超凡的领导力和个人魅力。这种人如果去做生意，那简直就是蛟龙入海，如鱼得水。他们往往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拼搏，因为为人豪爽，做事仗义，只要跟他们吃过一顿饭，身边总是有无数的人心甘情愿的愿意跟着他们干，愿意死心塌地帮他们。只要是不违背原则底线的事，他们绝不跟你瞎啰嗦。做事那叫一个漂亮、敞亮、杀伐果断。从运势上来说，这种人20出头就能沾到祖宗的福泽，遇到提拔自己的大贵人。一过30岁，哎呀，那财运简直就像石门水库夏天泄洪一样，轰隆隆的往下砸。他们的财库比谁都深。到了40岁，更是人生最巅峰的黄金期。你们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3条线简直完美到了极点？错，大错特错。我们易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天道讲究的是一个平衡，老天爷把所有的财运、事业运、贵人运全都一股脑儿砸在你一个人头上了，把你捧到了天上去，你觉得你还能剩下什么？老天爷极其残忍的在你的婚姻宫和子女宫上狠狠地划了一刀。有3条线的人一旦结了婚，你在外头呼风唤雨，威风八面，但是只要你推开家门回到家里，夫妻俩虽然表面上为了面子客客气气，可实际上就是难到白头。要么是老伴的身体出大问题，常年卧病在床，要么是两人同床异梦，谁也走不进谁的心里，最后大概率是孤独终老。更可怕的是命理上说的4个字，子息薄弱。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亲生孩子的缘分非常浅。来，我给大家讲个血淋淋的真人真事，你们听完就知道这霸主命背后的凄凉了。我认识一个在台中做传统产业的大老板，叫建明，手底下管着3、4家大型加工厂，出入都是顶级配置的进口车。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硬汉，有一天竟然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尼斯啊，救命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快疯了。他哭得像个绝望的孩子，我吓了一跳，转头给他泡了一壶浓浓的安神茶，沉着声音问他，建明，出什么天大的事了？你先喘口气，慢慢说。建明端着茶杯，手抖了茶水洒了一地，他哭着说，尼斯，外面的人都羡慕我有钱，说我是人生胜利组，可我那个家现在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冰窖。我老婆前几年查出重度忧郁症，现在整天把自己关在黑漆漆的房间里，窗帘全拉上，对着墙壁发呆，连句话都不跟我说，送进去的饭一口也不吃，现在天天闹着要跟我离婚，说看到我就觉得窒息。他抹了一把脸，继续哭诉，还有我那个独生儿子，我寄予厚望啊，我花了几千万台币，从小把他送去国外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想让他镀完金回来接我的班。结果呢，他死活要搞什么地下摇滚乐，我一生气断了他的生活费，他竟然跟我大吵一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是个只会拿钱砸人的赚钱机器。他已经整整3年没接我电话了，逢年过节连个简讯都没有。尼斯，我拼死拼活赚这么多钱，到底是图个啥？我心里害怕啊。我坐在他对面，静静地听他发泄完，然后我冷着脸说，建明，把你的左手伸出来，用力握紧拳头，侧过来给我看。他愣了一下，伸出手，我拿过桌上的放大镜，凑近一看，侧边不多不少3条深沟一样的横纹。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建明，你以为钱能买来老天爷的规矩吗？你以为你有钱，全天下的人都要对你3拜9叩吗？建明呆呆地看着我，我指着他那只手，声色俱厉地说，你自己看看，这3条线代表你命格极强，30岁发家，40岁大富，这是老天爷赏你的。你在商场上讲究原则，大方豪气，雷厉风行，这都没错。可你错就错在你把这套霸道总裁的作风
全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老婆当年是陪你一起吃苦过来的糟糠之妻，你现在发达了，你是把她当老婆在疼，还是把她当你的下属在管？她只要稍有不顺你的意，你就在家里大发雷霆。你儿子有他自己的人生剧本，你非要用钱砸着他，逼着他走你安排好的那条路。你不听他的心声，只看他的成绩单。建明啊，你的命太硬了，气场太强了，硬生生把家里的那点阴柔的福气，把老婆孩子的缘分全都给刻得干干净净，灰飞烟灭了。建明捂着脸痛哭流涕，肩膀剧烈的抽动着。尼斯，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各位，你们看到没有？这就是命理最深层的玄机。钱能解决世界上 99% 的问题，但偏偏解决不了那最要命的人心。我看着这个悔恨交加的男人，叹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了下来。建明，你命中注定子息薄弱，夫妻难白头。想要逆天改命，把你失去的亲情找回来，我今天教你一招。这不是让你去摆什么昂贵的风水阵，也不是去买什么开运的貔貅，你要做的是最难的4个字：修德培福。第一步，从明天起，你把公司的事情全部放权给手下的副总。你每天早点回家，脱下你的西装，亲自去菜市场买菜，亲自给你老婆做顿饭。她不吃，你就端着碗在房门口等，等到饭凉了再去热。别再摆你大老板的架子，收起你所有的脾气。你要记住，在这个家里，你不是董事长，你就是一个欠了感情债的丈夫。第二步，至于你儿子，你不要打电话骂他，你立刻买机票飞到国外去，不是去把他绑回来，而是去听他的演唱会，坐在台下给他鼓掌。建明大哥能做到几个亿的身家，绝对是个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人。这也是3条线人的最大优点，知错能改，绝不含糊。他听了我的话，那是言出必行，绝不拖泥带水。第二天，他退居2线，堂堂一个大老板，真的每天穿着围裙，拿着手机在厨房里笨手笨脚的研究食谱。他老婆一开始以为他又是3分钟热度在做戏，连门都不开。后来有一天，老婆看着这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男人，为了给他熬一锅老母鸡汤，不小心打翻了热汤，把手背烫出了一大片水泡。那一刻，老婆冰封了多年的心终于软了，眼泪夺眶而出。现在老两口每天早上能手牵手去菜市场买新鲜蔬菜了。他又偷偷订了机票跑去国外，偷偷坐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地下展演空间最后排，看儿子在台上认真的唱歌。等儿子唱完，建明走上去，没有说教，没有指责，只红着眼眶鼓励了儿子。而那个3年没理他，染着红头发的叛逆小伙子，忍不住拥抱了他的父亲。各位听到这里，你们心里明白了吗？左手握拳有3条线的人，你们是老天爷赏饭吃，大富大贵，30庆典40财富的绝佳命格。但我在这一再叮咛，万般嘱咐，你们赚了钱之后，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要把在外面当老板的霸道脾气带回家。在家里，你必须学会示弱，平时一定要多做善事，修身养性，广积阴德。你帮别人家培养孩子，用大爱去付出，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就会把你缺失的福运补齐，保佑你自己的孩子平安归来。只有把德行修够了，你才能真正留住这荣华富贵的命，最后才能化解掉那夫妻难白头、子息薄弱的魔咒，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福寿双全。这时候有些人可能在底下急得直跺脚了。尼斯啊，你讲了半天，快看看我啊，我这侧面足足有4条线啊，怎么数都是4条，这到底是个啥神仙命啊？各位，大家先深呼吸。如果你的水星丘侧面清清楚楚安安稳稳的躺着4条生纹，我得先恭喜你了。这4条线的人啊，在我们命理学里，那可是自带财神爷和菩萨光环的福禄寿全之绝顶好命。但是各位先别急着高兴得太早，俗话说得好，捧得越高，摔得越重。这么好的命，如果在青春期或者中年的时候，你走错了一步棋，没把自己的心性磨练好，那可就是全盘皆输，最后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我们中医看诊讲究望闻问切，这看手相摸骨相也是望诊里头的一门极深的大学问。这握拳有4条线的人，不论是家里的男丁还是女娇娃，老天爷在捏你们出世的时候，那是特别偏心的。
你们骨子里最大的特点，我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好学、多才、真诚。这种人啊，脑子转得极快，悟性奇高，别人学个手艺要3年5载，你只要在旁边看上几眼，摸索个几天，一学就会，甚至比师傅做的还好。更要命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们不管有多大的本事，不管赚了多少钱，对待身边的人，哪怕是公司里打扫卫生的阿桑，大楼里的保全，你们都能拿出一颗真心来结交，绝对不会狗眼看人低。只要别人愿意跟你们好好相处，你们绝对是掏心掏肺，极其看重情谊。我们易经里有一句名言叫厚德载物，意思是你品德好，才能承载得住天大的财富。你对别人真诚，不耍心机，别人自然对你真诚。所以这种人一辈子在外面遇到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出好几倍。在职场上，那是如鱼得水，步步高升。因为老板信任你，同事喜欢你，如果去做生意，那更是不得了，常有意外之财，也就是我们说的横财、偏财滚滚而来。只要平稳度过中年，事业必定直冲云霄，注定是锦衣玉食、富贵双全，一辈子不缺钱花的命。这时候肯定有人要举手反驳我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天花乱坠，这么好，那我怎么10几20岁年轻的时候过得像个苦瓜一样，处处碰壁呢？问得好，这就叫少时不合，行事唯觉波折。你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心思太纯洁、太真诚，看不惯成人世界里那些虚伪、拍马屁的套路，所以显得格格不入。你们会觉得处处碰壁，甚至跟家里的长辈也经常顶嘴闹矛盾。而且你们最大的劫难不在外面，而在家里。4条线的人如果结了婚，最容易后院起火，出现家庭口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今天专门给你们讲个女强人的真实案例，你们仔细听听，看看这福禄双全的命是怎么差点毁在自己嘴上的。前些年我在高雄办易经讲座的时候，台下坐着一个大姐叫秋月。这秋月大姐在南部的保险圈子里，那是响当当的王牌金牌业务员，年薪早就是好几百万起步了。手底下的高净值客户排着队找她理财买保险。那天讲座一结束，秋月大姐没走，一直等所有人都散了，才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叫了一声尼斯。一坐下来，这平时叱咤风云的女强人捂着脸就哭出了声。尼斯啊，别人都说我秋月命好，是个富婆，可我心里苦啊。我昨天晚上回家，无意中看到了我上国中的女儿写的日记。您猜她日记里写什么？她写，她宁愿生在一个要饭的家里，也不要我这个只有钞票没有感情的。妈，我老公也冷暴力我整整2年了，天天睡客房。尼斯，我拼死拼活赚钱养家，供他们住大别墅，读贵族学校，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全家人都要把我当仇人看。我静静地听她哭完，没急着安慰她，而是让她把左手伸出来，用力握紧个拳头。我侧面一瞅，果不其然，4条清晰深刻的横纹排得整整齐齐。我把目光收回来，严厉地看着她，秋月，你别怨天尤人，你这不是造孽，你这是把老天爷赏你的好牌给打烂了。你仔细想想，你10几岁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爸妈水火不容，最后自己赌气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秋月擦了擦眼泪，吃惊地点点头。尼斯，您真神了。我年轻那会儿脾气轴，嫌我爸妈古板，高中没毕业就跑出来做销售，吃了不知道多少白眼和苦头。我点点头，接着说，这就是了，你命里写着少年骨肉，少合早年波折。那我再问你，你对待你的那些大客户，是不是简直就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客户半夜发烧，你是不是能大半夜跑去买药送到人家床头？客户的小孩过生日，你是不是比谁都记得清楚？哪怕自己不吃饭也要去给人家挑礼物。秋月挺直了腰板，那是当然，我秋月做业务从来不靠套路，靠的就是一颗真心。客户信任我，把几千万的身家交给我打理，我能不把人家当亲人对待吗？糊涂！我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在大厅里回荡，你手握4条线，在外面你是个活菩萨，你对客户掏心掏肺，所以老天爷给你大财运，让你事业大成，广进财源。可是你回到家里呢，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你把你这辈子所有的耐心，所有的温柔，所有的笑脸全用在外面变现了。你回到家
是不是觉得你在外面赚钱累成狗？家里人就理所应当要迁就你。你看到女儿成绩退步，是不是劈头盖脸就骂她没出息？你看到老公没把家收拾好，是不是张嘴就是数落他没用？你把家当成了你发泄负能量的垃圾桶，你把最亲的人当成了你的出气筒。秋月大姐被我骂得浑身一颤，嘴唇直哆嗦，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我叹了口气，语气放缓了一些。秋月啊，你这4条线最大的死穴就是家庭多愁，一生口角。你记住了，不管你外面赚多少座金山银山，只要家宅不宁，你的心就定不下来，这就叫漏财破运。你女儿不是你签单的客户，你老公也不是你手底下的员工，你连对素不相识的客户都能展现菩萨心肠，为什么对你最亲的骨肉却像个活阎王？那天的会场里，秋月大姐足足哭了半个多钟头，把这几年的委屈和自责全都倒了出来。走的时候，我交代了她一个死命令，回去之后手机关机，休假整整1个月。这1个月里不许见任何客户，每天早上你亲自给你女儿做早饭，不管她多冷漠，你都要笑着跟她说早安。晚上你主动去敲你老公的门，哪怕只是一起看10分钟的电视，把你当年做销售时拿下的第一个客户的那种真诚和耐心，一分不少的用在你家人身上，用你的真心去把这个家的冰山给我融化掉。各位乡亲，这4条线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一点就透。秋月回去后真就咬着牙照办了。一开始女儿以为他又在玩什么把戏，根本不理他，他也不生气，每天变着花样做便当。有一天女儿在学校生理期肚子疼，他接到电话，二话没说，提着黑糖姜茶就冲到了学校。看到满头大汗的女儿，秋月没有像以前那样骂她不知道照顾自己，而是心疼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红着眼眶说：乖女儿，不怕，妈妈在。就这一个拥抱，母女俩在医务室里抱头痛哭。国中生女儿终于把压在心里2年的委屈全哭了出来。老公看到秋月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的冰也慢慢化了，开始主动分担家务。周末一家3口又开始有说有笑的去郊游了。家和万事兴啊！自打秋月把家里的关系理顺了，她的面相都变了，眉宇间全是和气。不仅没有因为休假流失客户，反而因为她现在整个人散发出来的从容和温暖，吸引了更多的大老板把资金交给她。现在她不仅是公司的合伙人，女儿也顺利考上了好大学，老公对她体贴入微，这就是把4条线的好牌打出了真正的王炸。各位，我再啰嗦最后一遍，左手握拳有4条线的人，你们是福禄双全，早年波折，中年发迹，晚年富贵的极品好命。你们一辈子靠着一个诚字走遍天下，老天爷一定会赏饭吃，给你们比别人多几倍的机遇。但是千万要记住秋月大姐的教训，防范家庭口角，把你在外面的好脾气、菩萨心肠分一半给你的家人。只要家不散，你的财库就永远不会漏，注定一辈子吉安泰然，少烦恼，过着欢快幸福、大富大贵的日子。好了，前面这4种命理的雷区和他们各自的人生剧本，我都给你们点得清清楚楚，明白了。但是我摸过无数的脉，看过无数的手相，我见过手上纹路极好，本该大富大贵的人，最后却落得个恨死街头，妻离子散。我也见过满手烂纹，本该孤苦一生的人，最后却儿孙绕膝，无疾而终。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就把这风水命理界最深的一层窗户纸给你们捅破。各位，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世上最大的风水绝对不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也不是你手上长了什么神仙纹路，而是你胸膛里跳动的这颗人心。手上的线，那是老天爷给你发了一张先天底牌，也是你上辈子带来的因果账本。但这辈子的牌到底怎么打，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心怎么动。易经里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什么是善？善不是让你去庙里烧多粗的香，磕多响的头，捐多少香油钱。善是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块石头挡了道，你顺手把它踢开，免得绊倒后面的路人。是你看到邻居有难，你不图回报的大把手。是哪怕你今天遭了难，吃了亏，你心里依然不生怨恨，依然相信世间有道。人心若善，风水自转。你要是一肚子坏水，天天算计别人，哪怕老天爷给你画上10条富贵线，你也接不住这泼天的富贵。
迟早要用灾祸来偿还。相反，哪怕你命里只有半条线，只要你心存大爱，行善积德，处处为他人着想，老天爷也会派无数的贵人硬生生把你抬进福地。我们老祖宗说的福地福人居，讲的就是这个理。心存利他之念，处处皆是风水宝地。当你不再只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发愁，而是想着怎么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身边的人时，你的磁场就彻底改变了。你发出的善意最终都会化作无形的福报，不仅护佑你平安顺遂，更会庇荫你的子子孙孙。各位朋友，我今天的肺腑之言算是全都掏给你们了。命是天注定的，但运是靠我们自己这颗心去修出来的。修心、修德、修身才是改命的唯一正道。最后，常言道，一念善起，万木春生。我邀请大家都在这影片下方的留言区里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的话。你可以写一句祝福自己老伴身体健康的话，可以写一句期盼儿孙平安顺遂的话，甚至你可以只是简单的打上一句愿天下老人皆老有所依，愿世间少些疾苦。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一句话。当我们成千上万个善良的人都在这个留言区里留下美好的祝愿时，这里就会凝聚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正能量磁场。这股磁场，这股善念，最后都会加倍的回到你和家人的身上。这就叫聚善气，迎福气。祝各位无论手上有几条线，心中永远有一条向善的线。我们下期再见。